印军遭遇伏击，7人倒在血泊中，印度却把一口黑锅扣在了中国头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生。印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莫迪政府自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也是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然而，印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里有横跨40%国土面积的纳萨尔派游击队、旁遮普的锡克教反叛组织、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军队、克什米尔的激进武装势力和阿萨姆邦的4支反政府武装。那么印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反叛武装呢？实际上就是因为缺少一场彻底的革命。那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只是个地理名词而已，因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还远远不能控制其全部的国土。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印度，却把国内的矛盾引发的叛军袭击事件甩锅到了中国的头上。事件的起因是10月13日，印军著名的准军事武装阿萨姆步枪队第46营在与缅甸接壤的曼尼普尔邦被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所伏击，7人倒在血泊中死亡。武装分子先是引爆了一枚简易的爆炸装置，迫使印军车辆停了下来。随后他们对着车上的阿萨姆步枪队的军人进行猛烈射击。之前2015年的6月，在该邦呢也发生过另外一起伏击事件，当时印度军队损失了18名士兵。此次伏击事件是今年以来印度东北部安全部队所遭遇的最血腥的袭击。事件震惊了整个印度，印度总理莫迪等官员都对此表示谴责。但在震惊之余，印度媒体却开始指责中国是幕后黑手，因为叛军的名字也叫人民解放军。印度斯坦时报说，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和曼尼普尔纳加人民阵线已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那么这2支武装力量与中国有着牢固的关系，他们的领导层曾经秘密地访问过中国，过去呢曾得到过北京的援助和鼓励，包括提供武器、进行游击战术的训练等等。印军兰加帕赫尔陆军第3军总部的一名准将说，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和其他的叛乱组织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可能正在支持印度东北部的叛乱活动。印军的高级专家表示，中国一直支持缅甸诺开邦和克钦地区的反叛武装，这些反叛武装又把武器和爆炸物交给了印度东北部的好战分子，特别是驻扎在曼尼普尔的武装分子手里。印度的专家还认为，中国这么做就是要转移印军的注意力，让印军远离中国边境，从而削弱印度在两国实控线的地位。印度 News18 网站呢还建言说，要采取4大措施来打击游击队，并强调要紧盯中国的行动。据报道，在中印边境第15次会谈时，印度国安顾问梅农就提出了中国与印度东北部叛乱组织的联系问题，中方当场给予严厉驳斥，反而指责印度培训和资助藏独分子。实际上，印度多年来一直把国内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所引发的袭击事件甩锅给中国，但是一直都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中国资助了这些相关的武装组织。中国有必要资助印度国内的反叛武装吗？恐怕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印度国内的武装叛乱事件不断，只能证明印度本身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有更多的底层人民和少数民族遭受到了印度政府和印度军队的压迫。有压迫就有反抗，是这些武装分子选择了解放军这个名字，并不等于他们与中国人解放军有任何的联系。中国在边境问题上有实力碾压印军，
根本不屑于在印度国内推动一场革命。印度政府如果不能够解决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基本生存问题和基本诉求，恐怕就难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强大国家。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